近日，美英澳再次签署协议，允许美国和英国把敏感的核材料以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根据协议，澳大利亚需要负责储存和处置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的废物。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关于核扩散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国际社会严肃看待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冲击。12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称，澳大利亚上周在华盛顿与美英两国签署了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并于当日提交给了澳大利亚议会。该协议允许三国交换核材料及核信息。马尔斯表示，该协议是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核动力潜艇的关键一步。外界观察指，该协议的签署代表美英澳三国在2021年达成的联盟安全协议正进入实质发展阶段。根据协议，澳未来潜艇推进系统所用的核材料将以完整焊接好的动力装置形式从美国或英国运送至澳大利亚。此外，运送过来的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将由澳方负责储存和处置。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要求澳大利亚保证不因运送给其的材料出现的任何核风险而要求美英两国承担责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预测，澳大利亚将至少从美国采购8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美国海军长期以来坚持采用浓度超过90%的武器级铀235作为舰用核反应堆的燃料，英国也采用同一做法。有观察指，虽然高浓缩铀作为核燃料可以缩小核反应堆体积并减少更换核燃料的次数，但此举将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保障监督体系无法实施有效保障监督，国际社会对相关条款的解读和适用也存在巨大争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对此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损害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努力。三国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刺激军备竞赛，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和有关地区国家已经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呢似乎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沟通，保证自身所获得的反应堆当中的核燃料不会被用作军事用途。但是现在很明显，就监督保障机制，这其实是一个先例。应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方面希望能够进行保障监督，但同时具体的方式方面仍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对于国际规则造成的这种冲击，是一个很坏的先例。那么未来后续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发酵，对于世界的安全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对于澳大利亚购买英美的核潜艇，其国内一直有反对声音。根据美英澳合作协议，澳政府曾打算在澳东部的肯布拉港修建核潜艇基地，但在澳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下，澳政府至今未做出最后决定。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近日在参加访谈节目时，抨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They're going to have American bases all around Australia, American bases, not Australian, but all around Australia. So AUKUS is really about, in American terms,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Australia.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policy is likely to turn Australia into the 51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所谓的核潜艇为诱饵，表面上来看是希望增强澳大利亚的军力，带给澳大利亚安全，但是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在绑定的过程当中，让澳大利亚为美方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当澳大利亚拥有了核动力潜艇之后，美国当然希望用在南海，使澳大利亚能够分担美国的军事战略的成本。而此时呢，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并没有获得直接的安全方面的收益，反而呢是有更多的发生冲突的这种风险。